他是牵涉10多位省部级大员的公共情人，他有为高官权贵敛财的超能力，他从一个越南难民成为100亿身家的神秘女富豪，省长、市委书记、副市长、央企董事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公安部部长助理等等，都被他写进了秘密日记。借助情妇们的关照，他进军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行业，呼风唤雨。本期 M2档案带您了解一下这位神奇女子李薇，以及因她掀起的公共裙带案。1970年，一个叫李薇的越南小女孩，在家人的带领下，穿越丛林和溪流，沿着河谷中的险峻山道一路向北，从云南河口进入中国，最后在红河州安顿了下来。那几年越南战争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炸弹把城乡炸成了焦土。为了躲避战乱，一些越南人乘渔船逃往广东、海南或香港，还有一些呢越过陆上边境进入云南、广西。前一批人当中有20岁的徐克，后来成为了香港著名导演，而后一批中的李薇只有7岁，谁也看不出将来他会叱咤风云。李薇的爸爸是法裔越南人，经商多年，家底殷实。在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后呢，他就干起了老本行，把越南的咖啡、橡胶拖鞋、香水、药材等土特产销售到中国，从中国呢批发手电筒、肥皂、布料等日用百货回去越南。耳濡目染之下李薇也非常有商业头脑。当她出落成一个花季少女的时候，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道，在烟草王国云南专做烟草转卖，成为有名的岛姐。她在最初的买卖中是饱尝艰辛，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的工地，1.65米的身体里似乎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时间过得很快，混血美女一转眼就30岁了。在这个关键的年龄，命运给她安排了3堂课，使她脱胎换骨。第一堂课呢是关于男人的，教材是省长对情妇的追求。省长叫做李家庭，清华大学毕业后火箭式升迁，又回到家乡云南主政一方，妥妥的封疆大吏，明日之星。1995年国庆节，李家庭带着夫人到昆明洋宗海风景区游玩，在游船上呢就遇见了女老板徐福英，顿时被迷住了，主动要了电话号码，亲手记下，再三献殷勤，希望这位有夫之妇有事就去找她。作为徐福英的闺蜜，李薇当时呢在帮忙端茶倒水，见识了李省长不加掩饰的好色，那架势恨不得马上就扑到女老板怀里，全然不顾夫人和下属在场。李薇呢对徐福英再熟悉不过了，这位女老板确实是天生一副好皮囊，也擅长招蜂引蝶。她17岁闪婚，然后呢又突然离婚，再婚之后仍然和不少男人有染。她开的餐馆有黑社会主动来看场子，当地颇有名气的2个黑老大为了她是争风吃醋，互相火拼。但是在李薇眼中徐福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花瓶而已。耐不住李省长就像是中了蛊一样，此后和这女老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带她出席高端场合，向社会名流引荐她。面对穷追不舍的地方高官，徐福英呢半推半就，做了对方的情妇。平日里李家庭很会树立正人君子的人设。据凤凰网报道，有一年他去宝山考察，当地官员安排了大概20个小姐供领导挑选，没想到李家庭当时就翻脸离去，留下众人目瞪口呆。年纪轻轻的不学好，对得起你父母吗？你让我觉着恶心，不要脸。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位政坛的明日之星，会被一位身份差异悬殊的女人迷得是昏头胀脑。李家庭全家回老家过春节，也要把这位情妇带上，一路上说说笑笑。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和李家庭共同生活了30年的结发妻子也默许了这个情敌的存在。旁观了省长和闺蜜的接触过程，李薇学到了第一堂课。她意识到，大人物位置做得再高，终究也还是个男人。通俗一点说全都可以成为猎物和宠物，为我所用。而第2堂课与权力和金钱有关，教材则是李家庭和徐福英的生财之道。为了建造游船，徐福英曾经找黑道人物借了高利贷，他不想自己掏钱偿还300万，就去找李家庭撒娇。
省长呢大笔一挥，安排云南省财政厅给拨了300万，随便编了一个理由，把这笔公款就借给了徐福英。当然了，这笔钱财政厅就没打算讨要，徐福英呢也没打算还。尝到了甜头的徐福英啊，多次采取借钱不还的方式，一共搞到了2000多万元。在徐福英、李威的牵线搭桥下，李家廷亲自打电话给云南省烟草专卖局的负责人，要求关照一位香港烟草商人。而这一个电话呀，就让这位港商赚了1300多万。通过闺蜜的亲身经历，自己的实际操作，李威学好了第2课，那就是要搞钱必须向权力靠拢。1996年，33岁的李威跟一名离异的官员结婚，这名官员呢是红河州烟草局的主要领导，在云南这个角色的含金量可想而知。在丈夫的引荐下，李威登上了人脉关系的新高峰。以前隐蔽的、微妙的、见识不到的人、事和规则，全部都赤裸裸地摊开在他面前。他早就不是那个拎着香包挤火车的香烟贩子了。然而啊，与烟草局的干部结合，只是接近权力的一小步。此后，李威很快获得了李省长的信任，又通过他获得了更多的官场人脉。据财经杂志报道，李威得到一名安全部门高官的帮助，托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在广东落定户口。2年后，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成功办理了投资移民，摇身一变拥有了香港身份，困扰他多年的难民身份终于可以洗白了。这第3堂课啊，是关于风险的。2001年，李家廷被查，2年后被判死缓，他的儿子也被判了15年，情妇徐老板呢被判了4年。李家廷贪财好色的案情公开后，他的妻子没脸见人，在家中悬梁自尽。李威也接受了专案组的调查，不过他涉案不深，没有被追究。李家廷一家的下场以及接受专案组问询的心惊肉跳，给李威上了一堂关于规避风险的课。他曾经对身边的人传授心得，那就是不能把所有的资源和机会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李威涉足的烟草、地产、石油都是被权力掌控的暴利行业，权钱交易的玩家们难免玩嗨了，得意忘形了，而李威却早早建立了风险意识，他成熟了，可以出师了。2021年8月27日深夜，北京市玉渊潭南路一处住宅的阳台起火，过火面积2平米，现场救出一名年老伤者，送医院抢救后无效去世。央视新闻为这则火灾专门发了稿，因为这名77岁的死者身份可不一般，他是财政部原部长金仁庆。媒体随后披露，金仁庆的夫人10天之前去世，他半夜给夫人烧纸，不慎着火。因为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坐着轮椅的金仁庆行动不便，最终被火苗所吞噬。金仁庆呢是江苏苏州人，却与云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省，工作了23年，从云南省副省长的位置上进京。2003年3月起，当了4年的财政部长。2009年，金仁庆裸退，不再担任任何的过渡性职务，令外界感到非常奇怪。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选择与李威有关。李家廷被查办之前啊，曾经把李威介绍给了金仁庆，金仁庆则利用财政部长的身份，帮助李威结识了很多高级官员。贵人引进门，修行靠个人，能够在这么多高官大员间游刃有余，李威自然有2把刷子。从李家廷案脱身后，李威离开云南闯荡北京，他先后得到了证监会副主席王毅、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等人的诸多关照。李威因李家廷案件接受调查时，有关部门还约谈了金仁庆，他如实坦白了与李威的联系。此后不久，他就提前结束了财政部长的任期。看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问了，你说的这么热闹，这李威到底能美到什么程度？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俘获这么多高官的心呢？按照财经杂志的描述，李威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有欧亚混血女孩特有的魅力。他留着齐眉的刘海，喜欢用亮丽的色彩和飘逸的布料来展现身体的曲线。虽然40多岁了，却还流露出20多岁的青春气息。但是啊，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恐怕不只是外貌，因为单论相貌，李威算不上是绝色女子，可她却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独特气质。
接触过他的人告诉媒体记者，李薇呢，话语和缓，谈吐举止有度。这种克制的优雅和沉静的分寸感，在高压与博弈并存的政商场中，恰恰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资本。不过这终究是一个神秘的女子，公开信息能查到的照片和个人信息都极其稀缺。在北京领导的关照下，李薇得到了首创集团的一份闲职。首创呢是北京市属国企，在房地开发、城市建设以及奥运工程方面能拿到大把的订单。身份上虽然是个闲职，李薇内心却有着星辰大海。他在云南见识过地产的吸金能力，于是就攀附上了好大哥刘志华，想在北京的地产盛宴里分一杯羹。刘志华呢是北京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又是奥运工程建设总指挥，指头缝里稍微露一点，就能给李薇带来泼天的富贵。不过李薇遇到了一个王姓女人，如同发财梦上的拦路虎。这王姓女人呢是刘志华的情妇，人到中年，相貌平常，不过头脑精明。煤矿工人出身的刘志华对这个情妇几乎是有求必应，对方要房子、要车子、要工程合同，刘志华都会想办法搞定。这不是普通的情妇，说白了，王姓女子也是副市长的白手套。后来刘志华被查办，690万的受贿金额有590万是情妇代收的。李薇的出现让王姓女人很警惕，两人几次过招，彼此试探了对方的斤两。李薇发现刘志华对情妇的信任是难以被取代的，只好识趣的退出竞争。他放弃利用副市长在北京淘金呢，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发现首都的水比云南可要深，自己暂时还不具备在这里玩水的能力。不得不说李薇的决策是对的。他退出后不久，刘志华就倒台了。据华夏时报等媒体以及后来当事人在海外展开的所谓爆料革命的信息，富商郭文贵为了报复刘志华，通过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官动用特殊手段，在香港拍摄了刘志华的性爱光碟，并经由特殊渠道呈递给了高层。这样的搞法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2002年的一天，李薇出现在青岛八大关的占山3路2号别墅，和几个姐妹唱歌娱乐。这栋别墅建于1928年，原业主为当时山东省首富王明生，后移交给青岛疗养院，俗称首富楼。别墅一侧临海，主楼加上花房接近400平米，宽阔的大草坪可供100人聚会。他所在的八大关地区曾是官僚资本家、社会名流云集之所。1949年后是领导人重要的疗养区之一。2001年，这栋身世不凡的别墅成了李薇的名下资产。此时他刚刚从北京转战青岛，别墅成了李薇名下几家公司的办公场所，还时常举办酒会招待贵宾。除此之外李薇还拿下了隔湾相望的山海关路1号。这栋法式别墅建于1933年，700多平米，有红瓦黄墙、拱形楼门、半圆形凉台、法式浮雕。李薇把年迈的父母安置在这栋别墅里，满足了一家人对法国血脉的眷念。请注意被李家庭牵连，在北京寻求发展，到拿下青岛令人垂涎3尺的这2栋别墅，都发生在2001年。可见李薇的身段多么灵活，决策多么果断，能力多么神奇。这2栋别墅价值难以估量，确切地说属于非卖品，因为它们都是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位于八大关风景区保护范围。李薇初来乍到就能有这样的大手笔，让青岛商界为之惊叹。这位奇女子背后到底是哪路神仙呢？李薇背后站着的是杜世成。2001年，杜世成刚刚当上青岛市市长。虽然新官上任，权力的游戏却马上启动。他安排手下出面协调，把2栋别墅转让给李薇，参考售价是1993年青岛市出售八大关别墅的平均价，这比起当时的市场价，价格之低简直卡到了膝盖。作为经办人的副市长有些抵触，多次因为价格、交房等问题与李薇发生争执。李薇还不肯按照规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据财经杂志报道，杜世成对办事不力的副市长很是生气，2次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他的工作效率低下，影响了市委市政府的信誉。最终2栋别墅成交，并以划拨的方式为李薇办理了产权证。然而这2栋别墅只是杜世成给李薇的小小见面礼。
那一年，青岛的地产商们发现一家神秘的公司闯进来了，总是能以极低的价格拿下地来。他的老板却非常神秘，只听说叫薇姐，却从来没有机会见面。2002年春节，杜世成来到湛山3路2号别墅与李薇私会。期间李薇指着远处的一块绿地说：“就那儿，给我开发吧。”李薇看中的地方叫太平角。这里三面环海，沙滩细腻，礁石像雕琢出来的一般奇绝。海滩周边的植被也非常茂密，是青岛最美的海岬之一，同样处于八大关保护区。最初青岛市人大不同意将这块绿地调整为房地产开发用地。杜世成指责青岛市人大不考虑经济发展，会影响青岛的招商和税收。他还多次向国土局局长施压，批评其办事不力。最终在没有招拍挂手续的情况下，神秘的薇姐拿下了太平角61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而薇姐呢，才不会费心费力的搞开发，她马上转手卖出了这个开发权，轻松获利8400万。青岛要承办北京奥运的部分比赛，在奥运会工程中，薇姐拿地的能力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杜世成的暗中扶持下，他拿到了一块奥运用地的开发权，价格是16亿。而业内同行估算，这块地起码价值20个亿。在这场秘密进行的拍卖中，青岛的巨型国企海信、海尔成了李薇的手下败将，部分专程赶来竞拍的外地地产商干脆被拒之门外。2002年6月，杜世成带着李薇去崂山，让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领教了市长大人与奇女子非同寻常的关系。不久后，李薇的公司就在并无资质且没有参与招投标的情况下，直接拿下了崂山景区的亮化工程，至少获利439万。当然了，比起李薇后面拿到的项目，崂山的这个单子不过是蚊子腿上的肉。李薇通过杜世成获得的最大项目是青岛大炼油项目的1000亩配套生活用地。这个国家级重点工程配套的生活用地全是黄金地段。李薇的公司手到擒来，出价比正常的市场价低了大约 15%。 而比起通常的交易，这次的吃相已经不算是很难看了。只不过 1.18 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直都没有上交。后来杜世成被查办，判决书记载，得知李薇的资金实力不够，杜世成还安排了更保险的定向销售方案。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多家国企以及政府部门给李薇的公司预付了巨额的工程款，贴心的把李薇的资金成本降到了最低。短短数年间，仅以法院认定的数据，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1亿元。与通常意义上的情妇不同除了温柔和体贴，李薇回报给杜世成的还有真金白银。从2004年初到2006年春节前，他先后送给杜世成30万、20万、20万、100万，共计170万。李薇是怎么成功从北京转战青岛的？咱们现在还需要回过头来讲讲。在北京，除了金仁庆，还有一个贵人和李薇的关系不一般，他叫陈同海。1997年曾出任山东省副省长，主管工业、交通、能源等领域。2001年，陈同海被调回北京，任央企中石化副总经理。这一年，他把李薇介绍给了前山东的同僚杜世成。彼时陈同海和杜世成正在商讨的这青岛的炼油大项目呢，把酒言欢陈同海的性格用北京话来评价，就是局气，喜欢分享。他并不介意李薇和杜世成一步一步走近，这种大度的境界，一般官员还真学不来。在官场陈同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出身于高干家庭，一向敢说敢干，作风霸道。在宁波选市长的时候，他公然对人大代表讲，如果谁不选我，我也是知道的，你们看着办。国务院官员到当地去视察，陈同海居然姗姗来迟，还没有丝毫歉意。接待中央大员，陈同海扔一支烟过去，那个品牌属于烟中极品。中央大员沉着脸问，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陈同海笑了笑，面无愧色。2003年，陈同海当上了中石化的董事长，正赶上国际原油价格飞涨，中石化的业绩也水涨船高，他更加的嚣张跋扈了。接近10个亿的赞助合约，他不经董事会商议就敢马上拍板，还动用公款吃喝玩乐，一个月居然可以花掉120万。对上级辩解的时候更是理直气壮，每个月交际个100-200万算什么呀？公司一年上交的税款200多个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会赚钱、会花钱的陈同海也在利用情人上玩出了花样。对于陈同海、杜世成而言，女人并不意味着屌丝们眼中的交配权和稀缺资源，而更像是香烟、美酒一样，是可以随心赠送和交换的消费品。如果女人上进一些、懂事一些，便有机会成为利润共沾的特殊通道，而李薇恰恰能在这些高官之间游刃有余地满足他们。2004年6月14日，在陈同海一手操盘之下，中石化旗下公司将资产总额 3.48 亿的泰山地产以 1.23 亿就卖给了李薇实际控制的2家公司。7月29日，李薇以 3.25 亿元的价格将泰山地产 75% 的股权卖了出去，短短45天净赚2个多亿。而李薇的买家呢，则是杜世成的亲属。在这场交易中，李薇完美地帮高官们实现了资源交换、利益输送。后来有媒体把李薇称作是公共裙带、公共情妇，这些概念的含义就是同时与多位官员保持肉体关系，并且官员们对这种复杂关系心知肚明。说白了，李薇不是那种金屋藏娇型的情人，而是官员们彼此关联的纽带。2006年12月的一天，陈同海的贴身秘书来到首都机场贵宾通道等候领导的重要客人李薇，但是青岛来的客人全都走光了，仍不见李薇的踪影。陈的秘书呢，再三与杜世成的秘书联系，对方确认了李薇的航班信息准确无误。空等了1小时，秘书只好请示陈同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此时的陈同海和杜世成并不知道，李薇已经被跟踪他很久的警方控制了。关于李薇被查，原因有诸多版本，有说他过于张扬引起了系统警觉的，有说他牵涉太深，成为打击多个大老虎的突破口，也有说他知道的太多留不得，这是白手套的终极命运。不管怎么讲吧，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中，李薇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也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极其贪心的人，一再的偷逃税款也是贪欲的体现。凭借着强大的官场人脉，他觉得这都不算事儿。可是最终他因为涉嫌偷逃税款被查，连带着他的关系网也被撕扯开来，多位情人随之落网。在搜查李薇的住处时，办案人员发现了一摞日记，记录了和官员们做的一单单交易，详细的如同会计的账本。面对亲笔写下的铁证，原本还守口如瓶的李薇马上转变策略，供认出了杜世成，并且强调所做的一切都是杜世成逼迫的。而此时的杜世成呢，已经担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明知难逃惩罚的他也极力自保，供出了陈同海的经济问题。2007年6月，正在转移财产准备外逃的陈同海被查办，后来杜世成被判无期，陈同海被判死缓。陈同海落马后媒体披露了他对李薇的慷慨，这慷慨的让人简直难以置信，您听听看就知道了。比方说2004年7月，李薇占股 20% 的一家公司和中石化达成合作，控制了北京183座加油站，并买断北京市新建路网、大型停车场、物流中心、新建小区的规划加油站。除了北京，李薇还以类似的方式在广东、福建等地入股加油站，按照其所持股权折算，保守估值应该在10亿元以上，这是一只无可比拟的现金奶牛啊！2004年7月，李薇和妹妹独家获得中石化的形象代理和近3万个加油站的广告投放业务。此外，在陈同海的帮助下，李薇在河南、福建等地顺风顺水的发展房地产业，这些项目都与中石化有关。这是李薇的高光时刻，他旗下有近20家公司，涉及石油、烟草、地产、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分布在北京、深圳、青岛、香港乃至海外，总额近100亿元。这么巨额的资产该怎么洗白呢？李薇盯上了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天河商圈的中城广场。中城广场的老板回忆说当时李薇找上门，要借收购中城广场为名做个假合同，按100亿从中石化出钱给他，但是呢，他只能实收70亿，中间差的这30亿要他2年之内变成现金，李薇说给谁就给谁。有一次在北京谈判的时候，李薇穿着睡袍在套房接见他，一再暗示说自己在政界的关系，还说已经说服了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友出面帮忙。这么明目张胆的方案，把中城广场的老板都吓坏了，不是还能这么玩吗？
似乎是某种诅咒啊，李威这个裙带关系网中的男人们在官场都未得善终。2007年，陈同海被双规，在国企高管腐败案中，他当时是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多的，单笔受贿金额就达到 1.6 亿，创了纪录。而在李威的那些日记里啊，大量的篇幅都是与各路达官显贵的深情厚谊，涉及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就多达10几个。与李威存在人脉交集，最终进了秦城监狱的，除了杜世成、陈同海，还有云南省原省长李家庭、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友、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毅、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此外，另有多名省部级官员因交友不慎、严重违纪等原因被解职，保留了体面。李威呢，因配合调查举报有功，仅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据财经杂志披露，李威的巨额资产大多已经被转移到海外，由于当时的司法权限难以追回，甚至在李威受到法律惩戒的几年中，他的部分资产还有所增值。据说啊，早期结识一些高官时，李威自称是在中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到了后来又有人认为他是台湾特务。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2007年发回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机密电文，这份电文的标题是与敌人共枕。电文中说，美国调查人员认为拖累中国前财政部长金仁庆使其黯然离职的那名女子，其实啊是台湾情报部门的女间谍。不过美国的情报也受到了质疑。台湾中国时报采访了一位具有大陆工作经验的退休情报人员，他认为这份密电缺乏太多证据，比如说李威的情报组织与上下线的关系、情报的传递方式以及金钱支付等详情。之所以外界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归根结底啊，或许是因为人们难以相信一个普通的越南难民居然有如此的能量和智慧，搞定那么多的中国高官，而且关键的是在事发后只受到了那么轻的惩戒。在2011年2月，李威就重获自由了。有媒体称，拥有香港身份的他很快离开了中国。这个7岁逃难到云南的越南女孩，在差不多40年间，几乎成为了最懂中国官场的女人，也成为最神秘的公共情人。即使她和那么多高官已经做了供述，即使她的日记被查获，可是关于李威如何和这些高官建立关系，以及他们的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至今仍然是迷雾重重。朋友们，这一期讲到这儿呢，也差不多结束了。说实话，李威案的资料太少了，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闹出人命，也没有什么香艳的情节，阴谋啊，全都隐藏在什么土地出让、股权更迭、银行流水这些枯燥的数据当中了。但是啊，这个案子是特殊意义的传奇。众多高官青睐李威，肯定不完全在于他的性魅力，在他们那个层级，要拿下比李威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太容易了。李威靠的是他的世故，他的悟性，靠的是他获取众多高官信任的能力。一般情妇都是要供养的，要花钱的，只有李威不但成为官员们的纽带，还能够帮助高官权贵们挣钱洗钱，或许这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从对他的处理结果上来看，没有公审和媒体的持续炒作，对他的发落居然有一种保护性的处理。不得不说，他有极强的本事，在人生的交易中提升自己的重要性，或者说，在他背后提升他重要性的，也许另有其人。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